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李沁醉酒吻太野蛮，谁注意他手的位置？真实妙不可言。当晚，肖战李沁醉酒吻肖战手的位置接连冲上热搜，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很多观众原本只是随手点开片段，却在几分钟内被牢牢吸住，反复回看，甚至逐帧分析。一个本该属于冲动、失控、野性的吻戏，却意外地被解读出分寸感、尊重感极致克制的意味，也让肖战饰演的吉冲成为国产剧中少见的男二天花板。在传统叙事中，男二往往是工具人，要么成全，要么牺牲，很少拥有完整的情感爆发线。但吉冲不同，他对郡主的爱并非张扬外放，而是长时间的压抑、退让与自我克制。他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也明白女主心有所属，于是把所有的情绪收紧，藏进日常的照顾、守护与沉默之中。正因为这种长期压抑，醉酒后的失控才显得格外真实。那不是蓄谋已久的侵犯，而是一种情绪会低视的本能反应。很多观众在这里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，越是克制的人，一旦越界，情绪张力就越强。争议最大的正是这场醉酒吻是否过火。从剧情设定看，吉冲酒后闯入郡主房间，情绪失控，强吻对方，这样的行为在现实语境下当然不值得被美化。因此也有部分观众认为这一段太野蛮，不该被浪漫化。但另一派观众的关注点却落在了表演细节上。镜头拉近后，有人发现肖战在整段拍摄中身体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，他一只手撑在墙上，另一只手贴在自己腿侧，全程没有越界的肢体接触。这种看似强势，实则克制的处理，让原本容易翻车的桥段变得复杂而耐人寻味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演员的自我约束。在表演上，他要呈现角色的冲动与失控，在现实中，他又必须守住对搭档的尊重。这种双重边界的拿捏，让很多观众在心跳加速的同时，又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安全感。如果说肖战的表演是收，那李沁的反应则是挡。他在这场戏中并没有迎合观众对甜蜜的想象，而是保留了角色本该有的惊愕、抗拒与不知所措。他的眼神是慌乱的，身体是僵住的，这些细节让整个吻戏不再是单向的浪漫输出，而是真正符合人物处境的情绪碰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一段才会引发如此两极的讨论。有人看到了极致拉扯，有人看到了道德边界，但无论站在哪一边，几乎都承认这场戏是成立的。很多观众之所以迅速带入，还因为肖战与李沁并非第一次演绎错位爱情。早在《诛仙》中，两人就曾饰演情感走向悲剧的角色，彼时的他们是青春感更重的遗憾型搭档，而到了《狼殿下》，情绪更成熟，人物更复杂，爱而不得的重量也随之升级。这种前世今生的既视感，让不少观众不自觉地把两部作品的情感线叠加在一起观看，形成了强烈的情绪延续。也因此，关于他们 CP 感的讨论始终居高不下。有趣的是，真正让这对荧幕组合安全课堂的，反而是他们戏外的状态。路透中，两人打闹轻松，分寸清晰，互动自然却不过界。李沁曾提到，他们私下相处很容易被误会，但恰恰是这种坦荡，让不少理智观众选择把情感完全留在角色之中。这对演员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，戏里给足想象空间，戏外不制造暧昧。翻看评论区，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声音。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正让人心动的吻，不靠肢体占有，靠情绪压迫。也有人直言，剧情设定本身就有问题，
不能因为演员表现好就忽视行为本身。双引号。但更多的中立评价集中在对演员专业度的认可上。肖战太会控制分寸了，李沁的反应太真实，完全不是偶像剧套路。男二能演到这种程度，已经赢麻了。双引号。这场醉酒吻最终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讨论片段，并不只是因为野，而是因为它同时触碰了浪漫、克制、争议与现实边界。它让人心跳，也让人思考。或许这正是好表演的价值所在，不是简单取悦，而是留下余温。至于肖战与李沁未来是否还会再度合作，那是后话。但至少在《狼殿下》中，这场情绪爆发已经为他们的演员履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而观众也在这场克制的失控中记住了一个很久不见的词。如果只是普通的亲密戏，《狼殿下》早就被新剧淹没了。真正让醉酒吻持续发酵的是它留下了大量可供解读的空间。镜头没有刻意煽情，配乐也并不激昂，反而把注意力全部交给演员本身。吉冲的冲动并不是霸道总裁式的占有，而是一种失控后的自责与克制并存。你能看到他靠近的那一刻，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犹豫。这种矛盾感恰恰戳中了很多观众的情绪点。现实中的感情往往也是如此，并非非黑即白，而是夹杂着理智、欲望、道德与退让。不少网友在讨论中反复强调一个词：边界感。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中，亲密戏越来越多，但真正被夸让人舒服的却不多。原因很简单，有些表演只追求视觉刺激，却忽略了角色逻辑与演员之间的尊重。肖战在饰演吉冲时，明显做了大量内心设计，他让角色失控，但没有让表演越界。这不仅是对搭档李沁的尊重，也是对观众的一种负责。正如网友所说，你可以感受到他爱得很深，但你不会觉得不适。双引号。在这场戏里，李沁的表演其实承担着更大的风险，因为一旦处理不好，就容易被贴上被动工具人的标签。但他选择了最真实的反应。他的郡主不是沉溺其中的恋爱脑，而是一个在情绪突袭中本能防御的人。这种不迎合观众幻想的演法，反而让角色更立体，也让这段关系更具说服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女性观众在讨论中明确表示，她们并不是被吻打动，而是被反应打动。吉冲这个角色的成功，也引发了另一个讨论：男二是否正在摆脱功能化标签？过去，男二往往只是用来推动男女主感情的工具人，但在《狼殿下》中，吉冲拥有完整的情绪弧线、明确的价值观和清醒的自我认知。他爱，但不强求；他冲动，但懂退让；他失控，但知分寸。这种复杂度让不少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更深的共鸣，甚至有人直言：如果这是男主，我会追到最后一集。双引号。从《诛仙》到《狼殿下》，肖战与李沁的2次合作都围绕着爱而不得展开。这种情绪模式的重复，并未让观众产生疲劳，反而形成了一种情感记忆。观众会不自觉地把前一次的遗憾投射到这一次的爆发中，于是，一个醉酒吻承载的就不只是当前剧情的情绪，还有过往角色的遗憾叠加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 CP 讨论总是带着一丝宿命感。必须承认，这场戏的讨论并非只有赞美。有人坚持认为，无论表现多克制，剧情设定本身依旧存在争议；也有人认为，影视作品本就不该被过度道德审判。但恰恰是这种分歧，让讨论持续存在。当一部作品能同时引发感性共鸣与理性反思，说明它至少没有被轻易消费掉。热搜会过去，话题会更新，但真正留下的
是观众对演员专业度的重新评估。对肖战来说，吉冲不仅是一个出圈角色，更是一次对表演层次的证明。对李沁而言，这场戏再次强化了她对复杂女性角色的驾驭能力；而对观众来说，这是一段让人心动却不失清醒的情绪体验。结语：这场醉酒吻之所以妙不可言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激烈，而是因为它在激烈中保留了克制，在冲动里守住了分寸。它不完美，但真实；不安全，却让人安心。或许这正是狼殿下留给观众最难得的部分，也是这段表演能够被反复提起、反复解读的真正原因。